Hello，各位皇家评测的网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的皇家现场为大家带来的是刚刚发布的魅族16和魅族16 Plus 的开箱上手。我们也在发布会后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两款手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现在手头拿到的一款是黑色的魅族16，还有一款白色的魅族16 Plus。好，我们把这两款手机拿出来。屏幕点亮。好，这两款手机就在我们的眼前了。很多人看到这个白色的第一眼的印象，对它的印象没有黑色的好。但是呢，翻到后面，很多人又觉得白色的要比黑色的更漂亮一些。具体哪个好看，大家因人而异。但是手感都是沿袭了魅族15的那个像鹅卵石一样的手感。然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外观方面啊。屏幕呢是两款都采用了18:9的全面屏，它的全面屏用的是类似三星的解决方案，就是上边留着额头，下边留着下巴，没有刘海儿，也没有什么美人尖，看起来整体性非常强。至于喜欢不喜欢这种全面屏，也就因人而异。但它是魅族这个正统系列中的第一款全面屏手机，两款的屏占比都达到了91.18%。而高屏占比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魅族16和16 Plus 使用了一项魅友们非常熟悉的技术，就是在 MX4 上出现的屏幕点胶的技术。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，就是用了屏幕点胶之后，就可以去掉边框和屏幕之间的塑料包边，让它的这个边框做到更窄，取消了这层物理的限制。但是呢，曾经 MX4 上那款用过的屏幕点胶的人们吐槽的点是，那个胶都可以看到在外面，而且它点的很不均匀，一点一点一点。所以这个技术后来魅族也没有使用。但是这回呢，魅族运用了一个新的叫 L 型点胶工艺，使得这个胶在，大家可以离近了看一下，这个胶是根本看不见的，感觉这个屏幕的盖板直接就盖在了边框上，视觉上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边框依旧非常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机身的背面，机身背面使用的是双摄加一圈的这个圆环形的闪光灯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了，设计的非常简洁。这个白和黑都非常的正，比较好看。然后底部是 Type-C 扬声器和3.5毫米接口，在这个时代还留着3.5毫米接口的手机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心了。说完了外观，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置。配置方面，魅族16和16 Plus 都搭载了骁龙845芯片，魅族也是第一次在自己的手机产品上用上了骁龙的旗舰芯。那么我们来跑一个分，跑分这块一直是魅族以来的一个比较弱的一项，但这次搭载了旗舰芯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的手机跑分的实际情况。好 ，OK， 现在跑分已经出来了，跑分的结果是29万分，这个分数即使放在骁龙845当中，也是比较靠前的一个分数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安兔兔的排行里看到，魅族16 Plus 的跑分仅次于小米黑鲨游戏手机，也要高于 OPPO Find X， 所以魅族这代的旗舰在性能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。内存方面有6GB 和8GB 可选，同时容量方面有64、128和256可选。256GB 的容量只在魅族16 Plus 上，但个人感觉就是8加128是对于广大用户来讲是足够用的一个配置。同时，这代在硬件上依旧配备了触感引擎，相比魅族15升级到了第2代，使用了横向线性马达。带来的震感是非常的舒服的。M-Back 依然存在，但是它从魅蓝系列上的那个小圆圈变成了现在的小横条，看起来在全面屏下更不占用视觉空间，依旧是轻触返回，重摁返回到桌面。这代魅族16和魅族16 Plus 背面也没有指纹开孔，正面没有 Home 键，它的指纹识别呢都是采用了屏下指纹。我们可以看到识别速度也是相当的快。这两款手机在后置摄像头的硬件上
都使用了1200万像素 f1.8 的主摄和2000万像素 f2.7 的副摄，主打是暗光的拍摄。CMOS 采用的是索尼的 IMX380，单个像素的体积达到了1.55μ。同时，魅族16和魅族16 Plus 配备的是双扬声器，在观影或者听歌的时候可以带来立体声效果。下面我们来具体感受一下。一切要以皇后娘娘的需求为先。我是主子，你是奴才，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，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统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上手就带大家体验到这里。拿到魅族16和魅族16 Plus 之后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在现在刘海屏泛滥的时候，还有人选择上下留额头的这种全面屏，也是比较清流了。同时，这两款手机由于搭载了骁龙845处理器，所以让魅族的旗舰机在性能上不会在市场上再掉队。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买大还是买小？魅族非常良心的，这次没有给小手机进行减配，像其他厂商一样，小一号的会配置低一些。两款均采用了骁龙845，差异只在屏幕上和机身大小以及内存的组合上，这些差异其实在用户当中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你在考虑是大号还是小号的时候，完全可以只凭自己喜好。OK， 关于魅族16和魅族16 Plus 的开箱上手体验就到这里，后续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这两款手机的详细评测，欢迎大家关注皇家评测的微博、微信，在互动区我们留言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皇家现场，我是硕硕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